Hello， 大家好，我是三位。距离上一期掌机推荐也是过了一段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也是来填一下坑。那么在这期视频里，我会为大家推荐3款价格稍高一些的掌机。这边呢也是建议大家配合上期视频一起观看。那么上期视频链接我也是会发到评论区置顶，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支持一下。那么在这边也是向大家求个3连，也希望大家在评论区以及弹幕多多互动，让我更有信心把类似的视频系列继续做下去。那么今天第一款机器就是我们任天堂的 New 3DS。可能有小伙伴不太了解 3DS 与 New 3DS 的区别，那么我也是会把之前对比视频链接放在评论区，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观看支持一下。好的，那么首先我们是依旧看一下外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New 3DS 相较于普通的 3DS， 它把游戏卡、充币及电源键的位置全部移到了下方，并且在上方新增了 ZL、ZR 两个按键来方便游戏进行使用，而在侧边则是取消了 WiFi 的开关，并且把音量键的开关也调到了上屏位置。翻开掌机，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屏幕也是大了一圈，并且在上屏摄像头位置多了一个小孔，拥有人眼追踪；而在下屏则多出了一个代替右摇杆的 C 摇杆填充。同时，由于性能提升，也适配了4款全新的 New 3DS 独占游戏。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主机大小方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New 3DS 无论是长还是宽都要比 3DS 大上一丢丢，但是大上的这一点却带来了十足的体验提升。New 3DS 这种升级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升级，而不是像 Switch 那样只替换了一个 OLED 屏幕。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游戏的画面表现力，这边我们使用的是 New 3DS 独占的异度之刃 3D， 本作可以说得上是 3DS 上地图最宽广、最复杂的游戏，并且值得注意的是 3DS 以及普通的 3DS XL 都是不能运行本作的，并且本作也已经早早推出了 Switch 的重制版。那么我也是为重制版以及 3D 版做了一些对比，视频链接也是会放到评论区，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支持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画面比较粗糙，但是游戏的帧率始终保持饱满，并没有出现任何掉帧情况，这也是 3DS 的优势之一，绝大部分的游戏都不会出现明显的掉帧。最后，我们为这台 New 3DS 做一下总结。New 3DS 相较于 3DS， 在硬件上增加了许多新花样，达成了一些我们肉眼可见的升级。但是在海鲜市场上，它的价格与 PSV 一样居高不下。如果你只是想游玩一些 3DS 独占游戏的话，那么我觉得这款主机的性价比并不高。这款主机二手市场600到800的高额售价，相较于200-300的 3DS 实在是没有什么竞争力。但是如果你一定想要体验 New 3DS 的独占游戏，或者在怪猎、塞尔达无双等游戏中获得更好的体验，那么这款 New 3DS 还是非常不错的。它拥有更快的载入时间、更强的性能以及更加舒适的操作。但是高额的售价让我并不推荐轻度玩家购买它。我觉得如果你只是轻度玩家的话，那么 3DS 足够满足你，没有特别大的必要再去购买这台 New 3DS。好的，那么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便是索尼的最后一代掌机 PlayStation Vita， 大家所熟知的 PSV。这款掌机在我看它的第一眼就给我了强烈的科技感反馈，即便保持中立的态度，你也很难说出 Switch 会比 PSV 的外观设计更好这种话。那么这边依旧是带大家过一遍它的外形。PSV 的外形整体比较圆润，上手体验非常舒适，并且有的版本可以插 3G 电话卡，让你实现流量上网及下载游戏。同时 PSV 也是索尼家族比较特殊的一位成员，因为它实体游戏的媒介是卡带。是的，你没有听错 ，PSV 的实体游戏与 PSP 不同，并没有采用 UMD 光盘，而是采用了实体卡的形式发售，并且与同期的 3DS 的方块卡不同 ，PSV 采用了更加美观小巧的卡带，容量以及读取速度相较于 UMD 光盘来说更快更大，无疑是与 PSV 主机相匹配的选择。而 PSV 主机大小方面则与 PSP 相差不多，只差了大概1厘米左右的长度。而与 Switch Lite 相比的话，则就差了一个 Joy-Con 多一点的长度。可以看出来 PSV 依旧是小巧轻便的。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 PSV 的画面，因为 PSV 1000的屏幕素质较高，画面上要比同期的 3DS、之前的 PSP 以及 NDS 以及后来发售的 PSV 2000要好上不少，并且 PSV 双摇杆的设计让它在同期主机上会获得更好的体验。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PSV 的优缺点以及它的购买情况。首先大家要知道 PSV 虽然作为上世代已经完结的主机，但是它的游戏阵容并不能说是多么丰富，游戏类型同质化比较严重，并且会有大量的未汉化游戏，并且 PSV 2种型号的主机都有不同的毛病， PSV 1000的烧屏问题， PSV 2000的摇杆漂移问题，
并且由于更换了屏幕，导致 PSV 2000的画面色彩表现力远远达不到 PSV 1000的水平，并且2000的材质更接近塑料感，看上去更接近是玩具而不是一种科技品。虽然 PSV 的毛病不少，但是作为索尼的尖端掌机，它也有它的强大之处。首先是游戏阵容上有索尼的一些前独占 IP， 诸如战神、神秘海域等，而画面表现力上也同样要比同期的 3DS 好上不少，并且由于提供了高清超频技术，把很多以前体验糟糕的游戏都拉回了可玩水平。不过 PSV 目前在海鲜市场的售价一直居高不下，目前售价可能在600到700左右，并且由于市面上翻新机众多，大家还是尽量选择个人卖家来进行购买，这样能大大减少翻车率。接下来便是我们掌机推荐的这个系列里价格最高的 Switch Lite。这款机型相信大家都并不陌生，所以我们这边就快速的过一遍它的外形。Switch Lite 的外形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带 Joy-Con 的 Switch， 长度上会比 Switch 短上一个 Joy-Con 的长度，按键数量以及性能方面则与 Switch 保持持平。不过相较于 Switch 主机，它阉割掉了 HD 震动、体感以及 TV 输出的功能。不过由于体积更轻更小，在握持手感上要比常规的 Switch 好上不少。而在画面观感上，由于分辨率不变，但屏幕更小，所以我们看到的画面可能会比 Switch 要更加精致一些。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Switch Lite 的受众以及使用情景。众所周知 ，Switch 的宣传片一直都是宣传欺诈。Switch 的屏幕亮度，白天在室外游玩简直就像是一面镜子，根本无法正常使用和游玩。所以那些想要带在室外游玩的朋友，还是老老实实打消这个念头吧。我个人认为 Switch Lite 这部机型十分特殊，如果你手中资金足够，但是犹豫不决的话，我并不推荐你优先购买 Switch Lite。因为在长期使用下来 ，Switch Lite 的种种弊端也会产出。因为你要知道 ，Switch Lite 所支持的系统和游戏，并不单单是为掌机准备的，它所运行的双系统是为掌机以及主机所准备的。选择了 Switch Lite， 意味着你不能使用采集卡等设备实时的录制你的游戏过程，同时你也不能将 Switch Lite 的小屏幕画面投射到边缘显示器或者更大的屏幕上。这个弊端可能有的朋友不是很在意。但是我还是要用健身环等游戏来举下例子。由于 Switch Lite 是不支持屏幕画面输出的，并且本身也不自带 Joy-Con， 所以你购买类似游戏的时候，除去健身环，你还要额外购买一对 Joy-Con， 并且要时时刻刻盯着那个小屏幕来游玩，十分难受。其他类似的，诸如武力全开等游戏也是如此。所以在购买这台主机之前，一定要想好自己的需要。说完了缺点，我们再来夸一夸它。Switch Lite 的便携性相较于 Switch 可谓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不吹不黑，这台小小的掌机真的能够揣进兜里，而且是刚刚好。除去便携性，它还有另一个优势，那就是便宜。目前在海鲜市场，如果你想捞到台 Switch Lite， 仅需要800到900就可以收网，相较于1500-1600的 Switch 还是有一定性价比的。虽然话虽如此 ，Switch Lite 的定位终究是一台副机。我更推荐你把它看作一台过渡机或者是副机来使用，而不是作为一台主力机。不过单说地位的话，它是这个时代最新最强的掌机了。因为在这个时代，任天堂没有竞争对手，所以在掌机领域你也没得选，所以它是你唯一的选择。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这2期视频对大家是否有帮助？如果能帮大家挑选到自己喜欢的游戏机，那么这2期视频的意义也就是达到了。如果觉得视频做得不错的话，不妨一键3连加关注支持一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我是3位，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